在古代，桥是爱情的见证者，携手过往，留下无数美好时光。桥也是别离的起点，各自奔赴，但心心相印。桥是人与人之间真挚情感的桥梁，连接着心与心，搭建起人类团结互助的精神支柱。在现代，桥梁不仅只是钢铁、混凝土的交汇，更是生活和便利的交织。桥的铁骨深深扎根于土地，骄傲地挺立于河川，像一位守护者，默默诉说着时代的故事。基建狂魔中国近些年修建了许多规模巨大的桥，这些大桥共同之处在于，它们也许算不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设计，却有着异常宏伟的规模。这些大桥打通了交通要道，连接了各个城市的家庭，成就了现代便捷生活。每一座都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成就了交通工程的辉煌巅峰。它们不仅是桥梁，更是城市的骄傲，见证了中国工程奇迹的诞生。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桥梁的世界吧。第6位，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长 4.59 千米，铁路桥长 6.72 千米。南京长江大桥的长度和近年来新修建的大桥相比，不足它们的1/2，但却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这座大桥于1960年动工，1968年通车，到今年已经55岁了。它是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公路铁路两用桥，为梁柱结合的单塔悬索桥。南京长江大桥矗立于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下关和浦口区桥北之间，作为长江上首座由中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其在中国桥梁史和世界桥梁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大桥跨越了南京的鼓楼、浦口两区，2014年它被分段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它不仅象征了新中国的技术成就和现代化，更是几代中国人特殊情感和珍贵记忆的见证。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有许多青年汇聚在长江江畔，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来到这里只为了一个目标，在天堑长江上造一座横贯南北的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在大桥建成前，每天有数千名南京市民在大桥工地义务劳动，大桥建设者们热情高涨。如果说南京长江大桥是南京这座城市的象征，是中国自力更生的时代精神的写照，大桥更是这些年轻人青春韶华中的光荣印记。随着内乱结束，新中国成立，两岸客流量不断增大，天堑长江成为京沪铁路的严重瓶颈。据此，在第一个5年计划末期，新中国提出了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计划。大桥在建设过程中克服了技术、自然灾害、政治等多方面的困难。1960年，中苏交恶，苏联拒绝供应钢材，于是中国决定使用国产钢材。1964年，大桥工程遭遇开工以来最大危机，工人们在洪水中连续抢险近2个月，最终使大桥转危为安。然而不久后，文革开始，工地一度陷于瘫痪。最终，国务院对大桥工地实施军管，大桥建设才得以继续进行。这座桥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建设和桥梁工程的重要里程碑，更是承载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战略意义，享有蒸汽桥之美誉。南京长江大桥曾经作为中国东部地区交通的枢纽，其上层为公路桥，长达4589米，车道宽15米，可容纳4辆大型汽车并行，两侧各有2米多宽的人行道，连接了104国道、312国道等跨江公路，成为沟通南京江北新区与江南主城的要道之一。下层为双轨复线铁路桥，宽14米，全长6772米，连接了津浦铁路与沪宁铁路干线，是国家南北交通的命脉。大桥由正桥和引桥两部分组成，正桥9吨10跨，长1576米，最大跨度160米，通航净空宽度120米，桥下通航净空高度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以上24米，足以容纳5000吨级海轮的通过。南京长江大桥成为了南京的标志性建筑和江苏的文化符号，代表着中国的辉煌。它被誉为新金陵48景之一。自1970年至1993年间，
数百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600多个外国代表团曾莅临此地，吸引了数不尽的国内外游客前来观览。大桥耗时8年完工，总投资高达2.8758亿人民币，消耗了38.41万立方米混凝土和6.65万吨钢材。自1960年，以世界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到2014年7月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再到2016年9月入选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这一切充分彰显了其卓越的历史价值。不过自2005年起，为了缓解交通压力，南京市的交管部门开始禁止外地中小客车、过境大客车和货车进入长江大桥，目前只有本地牌照的小客车可以进入。桥是凝固的历史，记录了民族精神。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它连接了一个时代的经纬与记忆，是一代人挥之不去的浓浓情怀。第5位，杭州湾跨海大桥，长约36千米。杭州湾跨海大桥横贯蔚蓝的杭州湾，连接着中国浙江省的嘉兴市和宁波市，是海上的一道重要工程。它是沈阳到海口的高速公路的组成部分，也是浙江省东北部城市快速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东部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它不仅在交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还获得了中国最美10大公路的称号。无数年轻人纷纷前往，在路上欣赏它的自然风光。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造史是一部浙商的团结史。上个世纪末，国家资金缺乏，拿不出足够的钱来建桥。大桥总投资预计超过161亿元人民币，于是浙商们决定集体出资。161亿资金中，来自浙江民间的资本就占了一半，包括雅戈尔、方太厨具、海通集团等民营企业。杭州湾大桥的奠基仪式于2003年6月8日举行，经过4年的不懈奋斗，它于2007年6月2日成功合龙。2008年5月1日，它正式以完美之姿迎来了通车时刻。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起点是嘉兴市海盐枢纽，穿越杭州湾海域，最终抵达宁波市，宛如一条璀璨项链，连接着这两座城市的心跳。总长约36千米，其中桥梁总长达35.7千米，双向6车道的高速公路，设计时速高达100千米每小时。杭州湾大桥主跨梁承悬壁梁结构，有2座高耸的塔。南北通航孔桥的设计巧妙结合了金三角的文化寓意，这座桥本身就是杭州湾三角洲网络的金边，形成了具有独特风采的金三角区，呈现出与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相融合的完美答卷，也满足了工程经济技术指标的高标准。这是一份致敬，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将使上海、杭州、宁波3地成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杭州湾大桥由北航道桥、南航道桥、引桥及海中平台组成，总体平面设计如同一道优美的 S 型弧线，勾勒出了动人的线条。南北通航孔桥呈现出优美的拱形，立面起伏有致。如果说杭州湾跨海大桥让人惊奇，那大桥中部的海中平台就让人惊艳了。取名海天一舟就很形象，造型取意大鹏擎珠，寓意大鹏展翅，越飞越高。海中平台分观光平台和观光塔2部分。观光平台分6层，高24米，3层为360度敞开式户外观景区，4至6层是观景酒店，底层外围设有直升机停机坪和码头。观光塔在观光平台的东面，高145.6米，共19层。塔顶为玻璃球体，在这个球体内，第15至17层是全通透的室内参观层，第19层为塔顶室外参观层。站在这里，既能俯瞰跨海大桥的气势恢宏，惊叹潮起潮落，又能极目杭州湾的海天壮阔，尽享云卷云舒。如果站在平台上，想必你的思绪也会随着这潮起潮落和云卷云舒徐徐展开。第4位，青岛胶州湾大桥，长约36.48千米。中国青岛，好客山东，这座位于中国山东省的海滨城市，以其宜人的气候、壮丽的海岸线和悠久的历史
而闻于全球。青岛是一座充满活力、多样文化交融的现代化城市，它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独特魅力。胶州湾大桥就位于这座美丽的城市，它是连接了青岛市境内黄岛区、城阳区、李沧区以及胶州市的重要跨海通道。横跨胶州湾之上，宛如一道壮丽的桥梁艺术品，不仅是山东省省级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青岛市区西北部城市主干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座大桥曾被美国福布斯评选为全球最佳桥梁，还曾经获得过工程界最高殊荣第30届国际桥梁大会颁发的乔治·理查德森奖，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桥梁工程获得的最高国际奖项。宁隔千山，物隔一水，100年来4.2公里的隔水相望一直在阻隔着西海岸发展。这座雄伟的工程于2006年12月26日奠基动工，2011年6月30日，南穗北桥正式通车，青黄不接成为历史，胶州湾大桥正式成为青岛城市交通的新里程碑。2020年3月30日，胶州连接段的开通更使得整个交通网络更加便利畅通。胶州湾大桥东起李村河，穿越胶州湾，中接红岛互通立交，西至黄岛东枢纽立交，其中桥梁部分长达 31.63 千米。它的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设计速度达到80千米每小时。青岛胶州湾大桥是一座多塔斜拉桥，塔身线条流畅，几何形状独特。从远处看，就像一条长长的过山车横卧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驾车上桥却让人感觉像是登上了一艘航母。因为路面宽广整洁，道路标识清晰明了，两侧的护栏像有力的臂膀一样挡住了对海的视线。在这坚固的守护下，大海显得温顺而宁静。坡顶的灯塔耸立在斜拉桥索之间，上面写着5个金灿灿的鎏金大字：胶州湾大桥。这些字如同宣言，庄严有力，仿佛宣告着打破青黄岛隔绝，让天和海连为一体的雄心壮志。大桥下方就是波澜壮阔的大海，远处游艇、轮船在海上穿行。海边红色建筑，波光闪烁的海面，让过路的车辆心情高涨，激情澎湃。青岛胶州湾隧道刚刚通车时，收费标准引发了市民的热议。尽管最终定价相对征求意见稿有所下降，但许多青岛市民仍感觉有点难以负担。这座伟大的工程引发的社会的讨论，凸显了人们对于城市发展和交通改善的关注。如今，家住薛家岛的老年人在家吃过早餐后，隔3差5就约着老邻居一起坐上隧道公交车，10几分钟就到了团岛菜市，买点新鲜蔬菜和海鲜，来回不过4块钱。这事要是放在胶州湾大桥修建之前，他们压根就没想过。在之前的几十年里，这些老年人到青岛市区的次数屈指可数。自从大桥通车后，公交车的通行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有时这些老人甚至早起坐车过海买早餐。这种距离的拉近，体会更多的恐怕是奔波于两地之间的上班族了。曾经的他们，要么在公司附近租房子，要么每天起得比鸡早，经过漫长的通勤才赶到公司。如今，来往的时间被缩短到了之前的1/3，他们也有了更多的选择。这座桥不仅连接着东城与西城，也连接着年轻人和奔流的梦想。第3位，舟山跨海大桥，长约48.16千米。在东海上有一座由1300多个岛屿组成的群岛，犹如一片桃源之地。这座群岛是中国最大的群岛——舟山群岛。隐藏在海面下的那些岛屿与大陆相连，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这些珍贵的岛屿资源，一座座世纪桥梁应运而生，逐步打破了自古以来海的隔阂，让舟山不再局限于望海而思，可以畅游大海。2009年12月25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标志着舟山跨海大桥的全线通车。自这一天起，舟山告别了海岛时代，迈入了大桥时代。舟山跨海大桥又名舟山大陆连岛工程，是国家高速公路网永州高速公路 G9211 的一部分。这座宏伟巨构由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投资巨资而兴起。
始于舟山本岛的329国道，蜿蜒穿越舟山群岛的礼吊岛、富赤岛、侧子岛、金堂岛，最终抵达宁波镇海区，与宁波绕城高速公路和杭州湾大桥紧紧相连。这座大桥跨越4座岛屿，穿越9个涵洞，横贯2个隧道，总投资高达130亿元。2009年12月25日，这伟大的壮丽工程正式向世人敞开了怀抱。这庞大的工程涵盖了岑港大桥、响礁门大桥、桃夭门大桥、西后门大桥和金堂大桥等5座宏伟桥梁，总长48公里，设计按照高速公路标准进行，呈现双向4车道的规模，设计行车速度高达100千米每小时，路基宽度达22.5米，桥涵与路基同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多座特大桥的跨度均跻身世界前10。尤其连接金堂岛和侧子岛的西后门大桥，跨越西后门水道，仅次于日本明石海峡大桥的大跨度悬索桥，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桥梁的雄伟气象。西后门大桥是我国首次在频繁受台风影响的海域内建造的特大悬索桥。台风会引起桥梁结构的震动，因此解决台风引起的桥梁震动成为了工程师们不可回避的难题。最终，西后门大桥采用了封闭式的钢箱梁设计，极大地减小了主梁受台风影响的面积。这种创新的设计犹如一座梯子，让台风自由穿梭其中，展现了工程几何力学的美妙一面。同时，这也赋予了大桥抵御17级超级台风的能力，使得西后门大桥成为世界上抗风稳定要求最高的桥梁之一。然而，在这雄奇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曾经发生过3次轮船撞桥或擦桥的事故，对工程建设安全提出了巨大挑战。万幸的是，这些事故最后都成功得到了解决。这一切都见证了人类智慧与勇气的完美交融。舟山群岛上的跨海大桥竣工通车，让舟山从陆路交通的边缘变成了区域交通的枢纽。如今，跨海大桥仍在向着更多需要的方向延伸，连接更多向往大海的梦想。第2位，港珠澳大桥，长约55千米。港珠澳大桥全称为香港、珠海、澳门大桥，被誉为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以其超大的建筑规模、前所未有的施工难度和一流的建造技术，而成为举世瞩目的工程奇迹。它横贯在中国广东省珠江口伶仃洋海域。这座桥隧工程承载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交通改革，是环线高速公路南环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桥东起于香港国际机场附近的香港口岸人工岛，从这个起点开始，一座庞大而壮丽的建筑奇迹徐徐展开。桥体向西横跨南海伶仃洋水域，接着连接珠海和澳门的人工岛，最终止于珠海红湾立交。大桥于2009年动工修建，直到2018年才通车，总长达55千米，其中主桥占据了29.6千米，而香港口岸至珠澳口岸的距离则为41.6千米。桥面宽阔，设计为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极速可达每小时100千米。这个设计彰显了现代化交通的便捷和高效。工程投资额高达1269亿元，让人惊叹。港珠澳大桥主桥的3座通航孔桥采用了斜拉桥型结构，充分考虑经济与美感。大桥按照通航等级的需求，运用多条8至23吨、1860兆帕的超高强度平行钢丝斜拉缆索，巧妙支撑起梁面。约3000吨的自重主塔顶居然可以承受约7000吨重的压力。这座大桥横跨巨海，塔身高挺，结构稳固，展现出磅礴的气势。要是说到修建港珠澳大桥的背景，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末。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中国内地之间的陆地运输通道逐步完善，但由于伶仃洋的阻隔，香港与珠江三角洲西岸地区的交通联系受到了限制。此时，海上交通成为一个未解决的挑战，限制了地区经济的更进一步发展。进入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对地区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认识到了，
建设连接港珠澳三地的跨海通道的紧迫性。面对危机带来的经济压力，政府认为建设这样一座连接工程，可以发挥港澳地区的优势，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地区的经济持续增长。因此，港珠澳大桥的修建不仅是为了解决交通上的制约问题，更是应对时代背景下的经济挑战的策略之举。港珠澳大桥不仅是一座连接三地的交通工程，也饱含了许多感人故事。记得有一位王姓的工程师，在决定参与这个项目时，他深知这个工程的复杂和艰巨，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选择持续奋战在这片海域。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海，老王已经身着工装，投入到工作中。在海风呼啸的日子里，他不畏严寒和风浪。他说，每一天的付出都是为了这座桥的伟大。新闻中也曾报道过一位普通的建设者，他为了这座桥不辞辛劳，把全部心血倾注其中。他和同事们齐心协力，克服了多次技术难关。当主桥合龙成功的那一刻，欢呼声响彻云霄，他们的辛勤付出得到了最美的回报。这些故事见证了每一位建设者的辛勤付出和默默奉献，他们是这座桥背后真实的英雄，是这个时代最美的奋斗者。第一位，丹昆特大桥，长约164.851千。丹昆特大桥是中国江苏省的一座超级大桥，它坐落在京沪高铁江苏段，贯穿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最终抵达昆山。这座大桥于2008年4月7日开始修建，2011年6月30日正式投入使用。丹昆特大桥的全长达164.851千米，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它实际上是全世界最长的桥梁。这是什么概念呢？从天津到北京的距离也就不过137.2公里，而完整驶过这座大桥需要整整2个小时。这座桥穿越了苏南地区，这里地势平坦，有很多河流和湖泊，因此为了建设这座大桥，工程师必须克服很多挑战，包括在水面宽度超过20米的河道上建造特殊结构的工程。特别是在无锡的西城运河、西北运河、西十一胥港以及昆山的青阳港处，工程师们采用了先建拱桥后梁的独特施工方法，避免了在繁忙的河道上架设支架，最大程度地减小了对航运的干扰。此外，丹昆特大桥的设计还考虑了桥梁结构的安全、经济性、耐久性，以及施工和维护的便利性。桥墩顶部不仅用于支撑梁部，还具有其他附属功能，如作为更换支座时的工作空间，充当防止落梁和梁部移动的设施，用作排水系统等。丹昆特大桥的建设耗资高达300亿元，用上了4500多个重达900吨的箱梁，共有近5000个桥墩，近8万个螺栓。这庞大的工程历时3年多，动员了1万多名工人共同合作。之所以修建这座特大桥，这与京沪高铁有着密切的关系。2006年，中国决定建一条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铁，也就是日后鼎鼎有名的京沪铁路。中国2个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有了相连的高铁，就可以促进交流，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而京沪铁路从丹阳到昆山的路段，跨越5个城市，建成之后就可以将最繁华富庶的苏南地区串联起来。想法是好的，可真正开始施工建设的时候，难题出现了。首先，苏南地区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上，这里地势低，且软土广布，水网密集，水面宽度在20米以上的河道有150余条，河流最密集的地方1公里能跨越10条。如果按照传统的造铁路方式打地基铺铁轨，遇到河流就架桥，势必会使得修建成本大大的提高，还会让整个工程更加繁琐复杂，影响京沪铁路的修建进度。其次，苏南地区经济发达，寸土寸金，传统的打地基铺铁轨的做法将会带来大规模的拆迁安置，这也会极大地增加京沪铁路的修建成本。而且，沿途还有很多有优良农田，一路铺过去会破坏这些本就稀缺的农田。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中国的桥梁专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在地上铺铁轨行不通，那干脆造一个特大桥，直接跨过整个苏南地区，省事还省钱。
于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丹昆特大桥由此诞生。2011年，丹昆特大桥胜利开通运营，荣登吉尼斯世界纪录。成千上万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奉献了自己的心血和智慧，日以继夜，艰苦奋斗，克服了重重困难和挑战。无论是桥墩的建设，还是桥面的铺设，每个环节都要求工人们精准的操作和高效的协调，以确保了整座桥梁的稳固。这座大桥见证了每一位参与者的紧密配合和无私奉献。丹昆特大桥以宏伟的工程规模、复杂的结构和对大自然的挑战，共同成就了中国铁道桥路交通的里程碑式进步，使得天堑变了通途，当真称得上是中国工业之骄傲。这个世纪以来，一座座大桥拔地而起，它们不光跨山谷、跨长江，甚至还跨越了大海。可以说，中国的桥梁建设水平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这些大桥正在交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还请按赞、订阅和转发。本期内容到此为止了。你家附近有没有什么超长的大桥呢？它如何改变了你的生活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见闻。我们下期再见。